启禀大人，府外有人击鼓鸣冤。是什么人？回大人，是驸马府总管魏明。将他带到厅中说。是。王朝马汉，在。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。是。大家见过包大人。魏总管要见本府，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？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，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申冤。魏总管所谓的投案，指的是哪一桩案件？合肥白云寺陈氏门、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，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3条命案。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申冤，又指的是何冤？大家所言的3条命案，均与驸马爷无关，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，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呢。好，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，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？难道包大人要大家在此处说吗？若依你之意呢？大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，包大人不升堂提审，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？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？不错，公堂之上，众目睽睽，一问一答，俱皆登录归案，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，大家也不必一再重复，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？你倒是有备而来。大家是自行投案，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，大家自然是有所准备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当下所战何人？在何宫何府任职？大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。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？大家是来投案的。你自行前来投案，为的是哪一桩案件？大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，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。大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。如此说来，你是自称教唆杀人？是。既然你已自成罪状，就已是戴罪之身。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无论你是何官职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，你还不下跪听审？魏明，犯官在。你派韩琦杀害之人，本府业已将尸首决除。本府问你，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？
回包大人，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。哦，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。正是。你又因何要杀害他？回包大人，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，巧遇公主。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，谁知范官却发现他早有妻小。为讨公主欢心，范官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，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。于是范官就安排了调换2人学籍，并派韩琦杀他灭口，盗用他的身份。范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，招为驸马。胡说！那状元公10年寒窗，铁砚磨穿，方得高中状元，光宗耀祖，又岂会听你摆布，冒名顶替？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，而与你串通合谋。不，包大人，此事与驸马爷无关。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，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。魏公公，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？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，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？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，更置公主于何地？状元公此言差矣，荣华富贵何人不为？只要招为驸马，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。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！在下虽出身寒门，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。半生苦读，金榜题名，为的是光宗耀祖，择英妻儿。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，其糟糠于不顾，在下怎能从命？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，休怪世美不顾颜面，将魏公公逐出门外。状元公，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，已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如状元公执意不肯，那洒家为求自保，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。在下读圣贤书，深知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，在下绝不妥协。状元公既不为死，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？你说什么？状元公若不同意，洒家迫于无奈，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，连你年迈的父母，还有妻子、孩子，一家5口的性命，恐怕也难以幸免。你敢伤害他们？状元公，只要肯按照洒家的安排去做，他们自然毫发无伤。否则，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，状元公无奈之下，只得从命。那陈世美是否因你妖侠而冒名顶替，与你投案无关，本府暂不追究。那第2具尸首又是什么人？那人是来自泸州府
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。你又因何要杀他？回包大人，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。犯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，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，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犯官。就是他。公公，公公就是驸马府的总管吧？咱家便是。你是谁？找咱家有何事？小人是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。公公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找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就明说吧。是，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。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，关咱家何事？和公公当然有关系。明天，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。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？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。认什么人？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？那又怎么样？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，全凭小人一句话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，小人身为地保，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。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，我明白了。如果咱家肯出50两，帮助陈家村的灾民，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？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，小人就肯定会发现，跟他从未见过面。犯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，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，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。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，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？那陈春贪得无厌，他还想索取500两。犯官担心他虚索无度，后患无穷，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。此事，驸马可曾知晓？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，不可能不识，自然是略知一二。否则，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？不过，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你倒是肯替他说话。犯官是实话实说。安府再来问你，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，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，而且他母子3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，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？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？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，犯官早已收到密报，
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，但永远是个威胁。范官为了永除后患，派韩琦去追杀他们。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，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。难道这些事，驸马爷全不知情？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，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。照你所说，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？包大人，范官毫无此意，请包大人明察。那么本府倒要问你，这3条人命与诸多官籍，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，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？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，又怎会如此？包大人断案如神，世人皆知。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，范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，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，还不如自行投案，或许还能减轻其刑。以你自己所公认的罪行，只怕难逃一死。既然范官难逃死罪，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？公主有孕在身，范官怎么能忍心？包大人，范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，望包大人依法处置，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。也罢，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？你自行投案，自成罪状，本府皆已登录在案，而且由你当堂画押。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，自会并案再审。犯官说过，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。有关无关，本府自会审断，与你何干？退堂。大人，那魏明怎么会自动前来投案？他的供词究竟是真是假？真中有假，假中带真，整篇证词之中，真假夹杂，而其中共通的目的，就是尽量设法让陈世美摆脱涉案的嫌疑。他想帮陈世美脱罪，用意十分明显。大人，在他的供词之中，白云寺陈世美的出身以及调换学籍的过程，他都交代得十分清楚。原本大人要提出凭证，
还得费些周章。如今他却主动供认，想必是另有目的。因为他心知本府已掌握了证据，迟早能够证实，主动供认，不过是为了强调他的供词可信度罢了。就算他把所有的罪都扛在身上，陈世美还是犯了冒名顶替欺君之罪。他魏明自动前来投案，也不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。展护卫所言正是关键之处。那魏明釜底抽薪之策，并不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，他又为何要牺牲自己前来投案？莫非他还做了其他的安排？陈世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请息怒。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哀家请皇上赐婚，请八王爷担任大媒，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，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、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。母后，他是被魏明逼的。如今事已至此，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。哀家为什么要救他？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，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。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，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，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。母后，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，是我的丈夫啊。像这样的丈夫，你还敢留在身边？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，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。母后，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，可是您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，救救他。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。母后，孩子他是无辜的，您就可怜可怜他吧。你身怀有孕，不宜长跪，起来吧。是。谁让你起来了？母后，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，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。母后，您身为国母，怎么会救不了他？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，就如你刚才所说，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。即便是哀家出面，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。启禀太后，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。魏明？对了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，为何他没有来啊？魏明他要去开封府，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。绝不可能，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。不，启禀太后，他不是去疏通，他是去投案的。什么？魏公公竟然牺牲他自己，你！虽然这一切都是他魏明惹出来的，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。母后，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？哀家明白他的用意，
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，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。皇家能怎么做？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，那么驸马纵然有错，也是被动的。倘若皇家不予追究，皇上又肯特赦于你，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。太后开恩，太后开恩！母后，这样的确可以救他。还没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你要不计较此事，你能做得到吗？母后，女儿相信，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。可是为了这个孩子，我能做到。其次，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。母后，那必须您要出面。这件事，让哀家出面是可以，不过最难的部分，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。还有，不错，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，可他依然有儿有妻，依然是别人的夫婿。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，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。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。你们先回去吧，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。是，多谢母后。本府明白了。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？正是。学生愚钝，请大人示意。公孙先生，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，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？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，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、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。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，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了。如此一来，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。不错，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。换言之，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，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。大人是说，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？不，皇上乃是一国之君，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、舆论公平？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。太后一向疼爱公主，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，太后势必更加不忍。倘若太后出面求情，皇上生性至孝，恐难拒绝。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。这样一来，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？正是如此。大人，还有秦香莲母子。这么说，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。
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，即使是皇上，也不能罔顾情理，置之不理呀。话虽如此，乃已是家无私事。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本府又岂能干涉？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，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。眼前还有一个办法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？在太后插手、皇上下旨之前，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，速审速判，定验了结。可是泸州府孙大人，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，大人并无凭据，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。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？公孙先生，那位名前来投案的供词，就是本府的凭据。大人说的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那魏明绝对想不到，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。明日一早，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，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，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。是，学生遵命。